Hello，大家好，欢迎到 KS 看股。今天是3月20日，2026年。Hari Raya 将要来临了啊，Selamat Hari Raya Aidilfitri。今天马来西亚是没有 market 了，好，但是外国是有了，我们会看一看外国。但是今天我们做一个特别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就是我们看一看这个战争，美国的战争美国的战争，美国有这个海湾战争2次然后有这个贸易战这些全部我们看一下这些战争怎么样影响它的股市然后也有没有影响我们自己的股市所以我们会看一看美国 S&P， 然后会看一看 KLCI 啦就是这些战争的发生有没有影响他们的这些指数啦 ，OK， 还有就是我们也简单看一看看一下美股这几天昨天的表现是怎么样啦 ，OK， 国际啦 ，OK。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个美就是明天，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道、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对于因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外汇、指数、股票、期货、商品、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我说不过昨天这几天美股也有点弱了因为鲍威尔他的他是他给的这个情绪啦，就是应该是没有降息了美国没有今年不会再降息了，说很多投资者他们希望给很多生意或者投资者他们希望今年还会降多一次，因为现在有这个油的这个价钱油的价钱一直在起到那个原油起到整百美金说美国他们美联储他们怕通货膨胀又来起了通货膨胀又会起，所以他不会减息如果通货膨胀起到很够力，分分钟明年还会降息还会起息说他们就是怕，暂时还没有讲到起息这句话了。如果讲到起息这句话，美股还跌到还够力了 ，OK， 暂时是没有降息了 ，OK， 所以我们继续观察，我们看一看这个国际看一下，等下我们就去看这个战争跟贸易战对美国的股市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影响 ？OK， 我们看看这个国际线QAC screen 也慢下来了OK， 新加坡掉了0.26，香港掉了0.6，韩国上了0.6，日本大跌3.3，泰国上了0.8，中国 FTSE 上了1.1，中国 SSE 上了0.16，中国 SSE 上了1.57了。所以这个但是特朗普去中国本来4月特朗普会去采访中国现在迟了了他会推迟1个半月了，OK， 所以5月多了应该去拜访这个中国了OK， 特朗普澳洲掉了0.04，台湾掉了0.17，印度上了1.19啦，所以今天婚事也不是很弱也不是很弱。我们看一下这个昨天这个英国上了0.1德国上了0.1，我们看美国Dow Jones 掉了0.4，NYSE 掉了0.2，S&P 掉了0.2，然后 Nasdaq 掉了0.2啦，说美国还是有点虚弱，因为美联储没有降息了油跌了啦跌到94了，原油，然后 Brent 油也跌到106了，金4700，然后银74，美金指数美金在99，比特币7000，以太坊2153给我们看看这个看国际一下啦比特币在这个通道底了，所以不要去追它了比特币在这个
暂时在这个通道底了哦，说你要玩也是你不要再高了啊，回调这边哦，在这些地方，如果你是短期，这是for交易了啊，长期哦，这个不是很好玩呐啊，可以要都是等它掉下来了，必要去冲上去追啊，OK。哦，以太坊突破跌回来啊，这有支持，可能还能可能还能跑反弹一点，也可能已经炒完了啊，是因为美股啊暂时不是很稳啊，就这个 DXY 也没有突破，美金指数也没有突破100，跌回下来了啊，跌回下突破100跌回下来，不是它站不稳100，哦这个呢这个中国 A50这个啦，它是一个上升期哦，上升调的期。这个是不好了哈，回调这些全部它冲上来，这我觉得逃命波了。OK， 印度尼比大跌，有一轮小反弹英国也是一层一层跌了，全部了世界战争，油价起，没有人有好处，除了中东国家啦除了沙地那些全部啦，可能有好处的，但是他们油也难卖因为中东的油很多经过那个红木海峡现在很危机很高危险很高风险经过那边。德国也是也是德国可能也是，如果美国跌下来，这些全部都是跟着跌的啦，这些也是跟着它来通到底，如果美国去通到底了，我们看一下钢铁那些金也是跌破了啦，说这个也是不要去玩它。看美股昨天有没有强的Intel呢？不是讲没有机会，暂时它的这个突破是不成功了可能跳了一阵子再突破，我们再看但是它突破要支持上的动力暂时是没看到了是失败了啦，给别人就炒了的啦别人就可能再调一轮再冲上去，但是我觉得比较难，因为他这边有一个好像头肩这样了他要继续保是难了。给我们看一下 BYD 怎么样BYD 也卡住在这边了也是卡住在这边OK 突破它没有冲破107也是难的虽然你看短期它是有一个突破你看短期它是有一个小小的趋势突破这样子啦，OK， 但是它如果你比较长期啦，你要来这个116这些啦如果它冲上来116这些这边这125这它必须要站稳在107上面啦，Xpeng 也不是很好了你看又一个大臀摸拉足了OK， 哇，中国很多跌了跌很多大跌百度全部大跌。不只是这边啦美国也是啦美国也是也是很多都是跌了 OK， MSCI 都不用讲了，哇，这个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失败了OK， 它的那个反弹暂时全世界还是恐惧啦OK， 全世界博运可能还要跌下来了 OK， AMD没有啦没有什么东西看，因为美联储没有降息说美国要跑也难OK，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战争 OK， 第一个海湾战争OK 1990年，第二个海湾战争2003年，然后第一个贸易战2018年7月。然后第二个贸易战，今年上一年那个特朗普这个4月的这个2025年的然后呢，这个美国炸掉轰炸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子设备就是在22号了，6月22号，然后就是这个伊朗美国。战争正式开始就是3月2号开始就是我们看一下这几个日期对美国这几个战争对美国股市是怎么样影响OK， 有什么影响我们看一下可以看到什么东西没有？你看 S&P 啦，我们拿 S&P 来看OK， 我们看1990年我们回去看1990年对美国股市有什么 OK 有什么影响 ？OK 第一个高峰1990年我们看了历史可以很多东西，很多时候历史重演OK， 说他在 Gulf War 的时候呢，发生什么事 ？OK Gulf War OK 在这边OK， 1990年8月2号8月2号他在这边开始 OK， 在这边开始 OK，
一开始它就跌了，哦，它就跌到蛮够力下了，哦，跌到这边来，哦，跌到这边底了，跌到10月11号，大概是10月11号了，8月，给跌到10月了，所以它跌了2个多月了，2个多月啊，跌了2个多月，然后它就开始反弹了，给，所以我们看它跌到大概有跌到多少%啊？给它跌了大概是17%啊 ，S&P 啦跌了17%左右啦 ，OK 17%之后呢，它就反弹了，跌了2个月，它就反弹啊，一直反弹了啊，没有停了，一直反弹了。哦，说好像美国要战争，它的经济才强这样子啦。OK， 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要做决定前，我们再看第二次不是世界大战，海湾大战啊，第二次海湾大战啊，就是在这个2003年3月啊，3月 OK， 3月20多号了，21、22、23这样子了 OK， 所以我们再看OK， 这个又不同啊，这个它已经跌到很低了，它也没有继续再跌OK， 它也没有继续再跌，它就开始它开战的时候有跌一点点有跌一点点它开战之后它冲上来它有跌一点点，这个也不算跌啦，这个算一个调整罢了啦几%，跌了3%，然后它继续起，说第二次。海湾战争是没有影响，没有影响 ，OK， 没有影响到它的股市。第一次它有跌啦，是不是海湾战争影响？OK， 我们暂时暂时再继续看啦 ，OK， 然后现在我们要看就是 trade war 2018年就是特朗普第一次被当选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打第一次的贸易战啦 ，OK， 第一次的贸易战。OK， 就是2018年7月6号开始7月6号左右了。OK， 说没有跌第一个贸易战它没有跌它的股市就起了差不多起到10月7月起到10月了10月后就大跌10月后就大跌OK， 大跌一轮。OK， 10月后大跌一轮 OK， 然后就起回去了起回去。暂时的这个战争它贸易战跟这个海湾战争，但是它不是真的影响这个股市第一次没有了，但第二次有等下我们看第一次没有 OK， 这个贸易战 OK， 这个是高位了OK， 这个是高位 OK， 我们看第二个贸易战第二个贸易战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个4月2号2025年这个就有影响这个就有影响，但是呢你要看它的股市已经跌住了的已经是跌住了的它你看它已经在通道顶了，有没有贸易战都好贸易战给它跌得更快，它没有贸易战，我觉得它也是要跌了的也是要跌了的你看已经看到了的它这个通道OK， 你看这个通道它在通道顶了我觉得如果它没有贸易战可能它也会跌，但是它没有跌到这样快它也会跌到通道底，它比较慢一点，然后它起也比较慢，因为它跌得快，它起也快一点OK， 所以来自动它很自然的来到这个通道底，它有反弹了然后呢这边6月24号左右了OK， 美国轰炸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子设备核子设备，所以也是没有什么影响也是没有什么影响OK， 是它也是继续起，所以影响不大了 OK， 我们再看现在这个 OK 现在这个美伊战争美伊战争在这边已经高了，它打起来现在开始跌 OK， 开始跌，所以它有可能会跌到哪里去有可能 OK， 这个啦，如果继续跌了 S&P 啦，继续跌破这个6565可能会回来这边，也许也有可能它会回来这个通道底通道底。所以每次你看美国有没有战争都好了有没有战争都好了 OK， 它的股市呢大概是 OK 战争
给我们看一个星期图啦，容易一点啊，容易一点看，比较容易看OK， 大概是这样子啦。OK， 它有战争没有战争的话，它必须要一个大跌之后，它的经济又在往上跑了。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你要玩这个长期玩这些交易这些美国股市最好是买涨了不要买跌，因为通常它跌了之后，它都会有一个大涨了都会有一个涨了。你看到每次它大跌一轮，它就跑，每天大跌一轮跑所以它第一次战争它有跌一轮跌一轮，但是它就继续再跑了打几轮。第二次战争，这个中东这个海湾战争，它已经跌了很够力了它在底了，它也没有管，它也没有战争，它要反弹它就反弹了OK， 都是什么比较准都是看那个图比较准所以你只是靠猜这个战争呢不是很好的这个策略啦你看这个贸易战第一轮它也没有跌但是它起了一阵子它也大跌大跌一轮所以你要收美国股市，长期投资美国股市最好等它大跌一轮先大跌一轮先这个我们看跌多少OK， 这个跌18%18%从高峰了 OK， 18% OK。第一次这个美伊战争跌差不多我们算差不多也是它美股啦美国股市啦OK， 你看 S&P 啦如果它从高峰跌了大概靠近20%才算一个才是一个很便宜，就是跌到很够力很便宜的时候我不是讲它跌了18%继续不会再跌你看因为这边它也发生过这个你看这个大跌这个大跌，这个从这个高峰掉下来有50%这个就是几时开始这个就是20年到这个03年03年，所以你看他好像一打了战他又起美国好像要打战他才有这个动力有这个动力OK。这个就是2009那个泡沫啦2009那个全世界的那个泡沫，2009是那个房产泡沫房产泡沫OK， 房产泡沫，这个不是战争这个是房产泡沫 OK。贸易战它也没有跌，所以如果你要大量玩的时候呢大量你要长期投资美国的股市不是因为战争什么你要看它从高峰至少要掉了靠近20%才算便宜了才有这个长期在跑的时候了你看这个COVID OK COVID 我们看它跌多少%COVID 跌多少%COVID S&P 也跌了30多%所以20-30%左右才是好才是这个大好机会了你看这个贸易战已经跌了的贸易战还没到贸易战，美股已经跌了。所以贸易战呢，整个贸易战之前到贸易战之后，它也是大概跌了20%所以现在它在这边高峰，现在这边是买咖啡这些啦，打 U 所以如果呢它跌到这通道底，我们算这个通道底它是跌多少22%所以如果它跌回来这边呢你们要玩长期的OK。捞长期的美股捞那些好公司那些好公司就是那些比如Apple Nvidia 那些 Salesforce 那些啦Meta Google 那些啦 Microsoft 那些啦所以如果它掉下来这边这个才是真正它还高了，现在这些都是玩咖啡，所以我们看这些
战争和贸易战说未必立刻会影响它的股市说都是看图不要追高比较好啦。OK， 都是看图，不要追高比较好。OK， 还有我们看看马股看一下这个穆萨它的影响这个贸易战对穆萨的影响是怎么样啦 ？OK， 我们看了这个美国的现在我们就看一看这个穆萨的影响我们看 KOCI 啦 ，KOCI。记得点一点赞、分享、留言还有记得看看我的朋友的这个我跟我朋友的这个视频这个陈博士，我跟陈博士我去这个去访问陈博士回答了很多这些这个所得税的问题记得跟朋友分享一下啦支持视频 OK 我们看穆萨一下穆萨 OK。我们看第一个这个海湾战争第二个海湾战争，我们看第一个呢马股就不是很成熟了OK，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海湾战争OK， 海湾战争就是03年的啦我们看一下穆萨基本上没有了没有大影响它直接就在起了KOCI 啦，直接就在起了几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这第二个海湾战争。我们看第一个这个贸易战第一个贸易战 OK， 第一个贸易战就是2018 sorry 这个不是2017错了2018，等一下呢OK， 第一个贸易战第一个贸易战也是对我们没有太大影响啦我们的 KOCI 也是起了一轮，然后还慢慢的跌了 OK， 也是它不是太大的影响OK。然后第二次贸易战就是2025年贸易战了2025年我们大跌一轮然后也继续反弹了是对我们的影响也不是太大了它有跌一轮它有跌一轮 OK。它有大跌一轮它也有跌，这差不多大概有跌，差不多靠近18%这样子啦靠近18%然后就继续反弹了，可以说没有长期大影。然后呢，这个美国炸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子设备也没有大影响我们 KOCI 也是稳稳的也慢慢的继续上。然后这个美伊战争3月开始的美伊战争3月2号，我们也是 OK 啦也是在这边我们掉了一轮，market 有恐惧一轮有恐惧有跌一轮有恐惧有跌一轮，然后之后我们也 OK， 也可能长期也是还能反弹说影响也不是太大了影响也不是太大 OK。所以暂时我们看到这些美伊战争这个美国打仗和打贸易战它未必会影响立刻就影响它股市。除了上次这个4月的上一年4月这个贸易战它就会跌轮，但是你要知道它的股市那个时候它的股市那个时候它已经是开始跌了的，所以你也不能讲完全是因为这个贸易战因为完全是个贸易战它一直跌下来。它在2月它已经去到很高了2月它已经大概在这主力在这通道顶了它也开始跌了，从贸易战让它跌得更快然后它反弹也跌得更快。所以这次如果你想便宜收一些美股的长期的好机会收长期美股的好机会，也许就是这个调回来这个S&P 调回来通道底这边长期就比较好一点，比较安全啦看来如果调来这边它应该会有至少会有一个短期反弹长期反弹也有可能给它掉下来然后长期它继续再跟这个通道再去冲到顶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我们暂时不要踩钱，我们觉得合理就是很好一个很值得去
观察的地方啊，就是如果它掉到下来这边了5200靠近52005000这边了靠近它掉下来这边了5200这边了5200这边OK， 我们今天看到这边，记得点赞、分享、留言要开户口你可以是 CGS 我朋友是 CGS 买这他 CGS 可以玩马股、新加坡、美股、香港他很好服务的还有很好谈的很好谈，有什么东西问他他会跟你分享啦。然后 CGS 是国际的你要 CGS 是国际的他可以玩马股、美股、新加坡全部很多国家都可以啦。OK， 然后买 ETF 也可以，买金的 ETF 也可以Bitcoin 就是 Luno Bitcoin Luno Bitcoin 有其他的这个broker 啦，就是 Luno 下面全部有连接 ，Luno 有连接然后这个CGS 也是有连接啦 ，CGS 是合法马来西亚这个SC OK 批准的啦OK， 记得点赞、分享、留言，我们明天OK 继续再谈，拜拜。